大家好啊！我係你哋嘅主持人廢柴 X 雙性戀。今日我要講嘅日劇呢係兩個祖國上集。咁佢係日本嘅殿堂級作家山崎豐子小姐嘅作品之一。而我相信大家比較熟悉呢位作家嘅係因為白色巨塔。而呢一部作品，我認為係完美咁代表日劇點解咁好睇嘅原因。戴翻個頭盔先，所有嘅言論都係個人嘅睇法，咁你可以唔中意嘅。故事啦係講喺20世紀嘅中期啦，咁男主角係天宇賢治，小栗旬飾演嘅。咁佢係一位日裔第二代，居住喺美國嘅人嚟嘅。佢喺日本接受呢個教育啦，咁喺佢大學畢業之後就喺美國做一位新聞嘅記者。咁佢以報導真相為呢個目的嘅，咁佢嘅心係為咗日本嘅。咁佢有兩個細佬啦，一個叫日本佬，一個叫美國佬。咁仲有個阿妹嘅，咁係配角嚟嘅啫。咁佢嘅性格咧就好固執嘅。佢有一位老婆啦，叫做癲雞婆先啦。另一位嘅男配角田宮查理就係失江飾演嘅。咁佢嘅性格就係自私嘅。女主角咧係呢個井本椰子，多部美華子飾演嘅。咁佢同男主角啦，即係叫中立佬啦，同失江啦，咁三個人咧都係日裔第二代居住喺美國嘅人嚟嘅。咁啱啱講到失江啦，咁俾個名佢啦，自私佬啦。咁佢有個阿妹嘅，阿妹俾個名叫做配角2號啦。咁就女主角啦，同呢個自私佬係男女朋友嘅關係。喺美國本土出世嘅第二代嘅日本人咁佢哋有咗第一代父母離鄉別井去到異地打拼嘅基礎底下，咁照道理佢哋應該有資格喺受到少少嘅歧視底下去開創自己嘅新天地。可惜喺1941年嘅12月發生嘅太平洋戰爭，就令到佢哋嘅一生遭逢巨變。男主角其中一個細佬啦，日本佬啦，大學預科嘅最後一年，跟住太平洋戰爭就發生咗啦。當時嘅美國總統羅斯福就發佈咗一個9066號嘅行政命令。由於發生咗戰爭嘅關係啦，美國就有權力將境內某一個區域當作呢個軍事區域。而呢個成為咗日後嘅日裔美國人嘅集中營。作為美國，呢個係一個理性嘅決定，因為戰爭無情，而人間有情，係咪好難呢？日本佬當時仲喺日本讀書嘅，應該會被國家就徵兵嘅。而中立佬啦，佢受到質詢之後，就去同屋企人一齊到咗呢個萬贊納嘅收容所，或者另一個名稱就係萬贊納嘅集中營。而女主角啦，俾個名佢啦，叫做悲情女啦。佢同自私佬咧，同埋佢嘅屋企人就一齊到咗呢個地方。自私佬就喺呢個地方上邊做咗情報收集嘅組長。佢希望悲情女啦就肯同佢結婚啦。之後佢有辦法離開呢一度。呢個收容所當然係有人支持日本嘅一方啦。加上當時白人喺呢個收容所度去貪圖一啲嘅資源啦，所以令到有唔少日本人就打算計劃反抗。當時啦，反抗嘅頭目池島勇啦，俾個名叫中心佬啦，揾上呢個男主中立佬因為佢覺得中立佬可以做呢個文書嘅一員啦，佢對日後之後嘅宣傳會有好大嘅作用。中立佬係處於兩難啦，一方面佢又唔希望中立佬咁樣以卵擊石去送死啦，另一方面佢又唔希望佢嘅好朋友自私佬受到傷害。所以最後佢話俾佢嘅好朋友自私佬聽中心佬要反抗呢件事啦。跟住喺一次歡樂嘅舞會上邊啦，中心佬又同同伴就一齊反抗啦。因為佢哋認為國家喺度打緊仗嘅時候，
而你哋呢班人就喺度業舞高歌，咁太過自私啊！咁而進一步更加要求去交出一啲走狗嘅名單，咁走狗係指成為呢個情報員嘅人啦。咁佢哋因為幫美國人做嘢而有呢個特別嘅待遇。咁呢個時候啦，中立佬啊同中心佬等人就一打交啦，咁引起咗美國人嘅注意。美國人就要求中心佬佢哋批人解散，咁而中心佬唔單止冇聽落去，咁反而就一邊唱呢個日本聖詩，歌頌佢哋嘅日本天皇，一邊就步步接近美國人。最後啦，美國人就開槍殺死咗中心佬。咁你以為美國人喺收容所嘅所作所為會告一段落咩？少年，你太天真啦！咁跟住就係美國派俾收容所嘅日裔嘅美國人嘅一個問卷調查，名義上係資料搜集啦，咁實際上係忠誠度嘅大考驗。True or Dare 嘅級數完全唔同。問卷當中嘅27條同第28條嘅問題分別係講你係咪願意以美國士兵嘅身份幫呢個美國打仗，同埋你係咪忠誠於美國，而且否認日本天皇。唔同人就有唔同嘅睇法啦。美國佬就 say yes yes， 咁啊癲雞婆就 say yes yes。咁佢喺日本嗰個細佬冇問啦，咁如果佢問到日本嘅細佬，我相信會答 no no 嘅。咁中立佬嘅睇法就唔講住，咁留喺最後問題環節嗰陣時先再講啦。咁跟住係一個好消息，我都唔知係咪好消息啦。咁啊，美國嗰邊就希望中立佬就到美軍嘅陸軍情報就做呢個教官。起初中立佬都覺得要用喺日本學嘅知識嚟打返日本人，就覺得唔係幾好。咁後嚟啦，另一位教官啦，同樣都係日裔第二代嘅人，就覺得做一個情報嘅教官唔使自己出手打自己人，淨係用呢個情報就可以盡快結束呢一場嘅戰爭，咁減少呢個傷亡。所以啦，中立佬就下定決心就要做呢個情報教官，就離開咗呢個萬贊納嘅收容所。咁另一方面啦，自私佬同悲情女嘅關係變差啦，咁最後就因為性格不合而分手。咁而當中立佬成功分析到日本嘅最高級嘅隱密通訊之後，咁得知將會有一個龐然巨物就會成功研發出嚟。如果你讀過歷史嘅話，呢個龐然巨物係咩呢？根本唔需要我講。所以啦，中立佬更加希望以外語兵嘅身份係上戰場。咁一嚟啦，佢有機會去說服日本嘅同袍咁去投降。咁二嚟啦，亦都可以有機會喺戰場上揾翻個細佬日本佬。所以啦，佢翻到呢個萬贊納收容所。咁呢個時候唔好嘅消息，佢其中一個細佬美國佬就因為戰爭而死咗。咁係詳細咩戰爭我就唔講啦。所以啦，中立佬希望自己父母啦同佢老婆癲雞婆同佢啲仔女一齊就出去住。咁萬一佢有咩唔好彩冬瓜豆腐，咁屋企人都有一個好嘅開始。咁就出去喺呢個叫做小東京，係一啲日裔嘅美國人住嘅一個地方。咁雖然呢個名係有待商榷，究竟有冇歧視成分？咁喺呢個時候啦，癲雞婆就喺小東京就俾美國人強暴咗啦。咁最後啦，中立佬就喺越南就揾翻佢細佬日本佬啦。咁但係因為唔小心射傷咗佢細佬隻腳，咁令到佢哋兄弟就重聚翻啦。呢一個係上半部分嘅內容。咁究竟日本同美國嘅戰爭會點呢？咁究竟中立佬同日本佬嘅關係會變成點呢？究竟中立佬同癲雞婆同悲情女嘅三角關係究竟又會點呢？咁自私佬嘅權力遊戲究竟會唔會成功呢？咁最後啦，我有3個問題想問大家嘅。第一，如果你係中立佬嘅話，你會對於27條同28條嘅回答係點樣呢？第二條，
如果你係日本佬嘅話，日本已經大勢已去啦，咁你會唔會選擇喺越南度投降呢？第三條，如果美國冇用呢個秘密武器，咁日本仲有冇機會反敗為勝？喺呢度我要提醒你嘅回答將會決定美國對你同你屋企人之後嘅態度。你嘅回答會係點呢？歡迎喺下邊留言。咁我哋留返下一集再講我嘅睇法。再會。